到成功，获得大礼包1份。恭喜宿主获得东区王者车行 4S 店永久产权，车行每天都会刷新一辆顶级超跑。今日豪车已刷新，兰博基尼主要。没想到除了车行永久产权之外，竟然还能每天刷新一辆顶级超跑，这可是超跑啊！每个男人梦寐以求的东西。所有产权相关手续皆已办理成功。冷静期结束了，两位还是执意要离婚吗？离。财产和孩子都分好了吗？孩子归我，其他财产归他。这个江西，我提的离婚，他竟然直接答应了，没有任何犹豫，甚至所有的财产都不要。可以啊，江西，为了淘淘的抚养权，一点财产都不要。可是没有工作的你，又拿什么来养活淘淘呢？你恐怕连淘淘1个月5000块的学费都付不起吧？这个不用你担心，淘淘跟了我，我不会让他受半点委屈的。希望你说到做到，但凡让我知道淘淘跟着你受了半点委屈，我都会把他接过来的。那个房子我最近不会回去，先给你们住，1周之内搬出去。车子也给你们用。自从我成了全职奶爸，李曼雨创办了公司，越做越大，我就知道他再也看不上我这种一无是处的男人。嫂子，那个嫂子，今天我跟李曼雨离婚了，要不你先回教师公寓住2天。离婚？大早上的你们离什么婚啊？都离婚了，还要挑时候吗？嫂子，你就先回学校住几天嘛。你是在赶嫂子走吗？不是啊，嫂子，你看我们现在离婚了，你是李曼雨的嫂子，我们现在就没什么关系了，孤男寡女共处一室，这要是传出去的话，对你影响也不好啊。那我不管，你叫我一声嫂子，我就是你嫂子，而且嫂子照顾了你这么久，你要卸磨杀驴吗？那嫂子，你就先住这儿吧。得赶紧赚点钱，租好房子，带淘淘搬出去。先把今天的小说给更新了吧。检测到合适的宿主，签到系统开始绑定，绑定成功，宿主可以1天签到1个大礼包。今天的签到地点刷新，目标金融界。签到系统，这不是我小说里面的男主所拥有的系统吗？我的男主可是靠着它从一个牛马成长为了首富，这个系统竟然会出现在我的身上。金融街，去试试。小寻，小寻，你饿不饿？嫂子给你煮个面吃。嫂子，你要是饿的话，先自己弄吃的吧，我有事得出去一趟。小寻，嫂子也不饿，你去哪儿啊？我陪你一起去吧。现在曼雨和小寻离婚了，以后这个位置就是我的了。小寻，你是来这儿应聘工作的吗？听说在这里上班的薪资都很高，你应聘的岗位工资是多少呀？嫂子，我这刚离婚，妹夫都不叫了，直接叫小寻，改口真快啊。嫂子，我不是来应聘的。不是来应聘的，那难不成是来吃饭的？不至于吧？我这是有别的事儿。这他喵的跟小说里对于签到的地点描述的一模一样，只要走进金色圆圈内便能签到成功。我勒个头，系统你来真的！签到成功，获得大礼包1份。恭喜宿主获得金融界永久产权。这里可是江城金融街啊，在全国能排上前5的金融街，现在就是我的，而且还是永久产权。恭喜宿主，金融街的所有相关手续已全部办理好，你已成为金融街的合法拥有者。
我们已联系了金融街物业公司总裁王乐，为你送来产权证以及相关资料，请你前往建业国际大厦1层咖啡厅1号包厢稍作等候。嫂子，走吧。好。先生，这里是建业国际大厦，只有在这里工作的人凭工作证刷卡才能进入，没有工作证进不来啊。啊，是这样，我们约了你们物业公司的王总，在1楼咖啡厅的1号包厢见面。麻烦你开下门让我进去吧。我这边没有接到任何消息，不好意思。这对小情侣还真是搞笑，估计是大学生，梦想着能到建业国际大厦工作，提前过来看看。不过这想法也太可爱了，物业公司的王总是想约就能约的吗？就这智商，想来金融街工作都难，更别提顶尖投行聚集地建业国际大厦了。喂，你好，哪位？你是江巡江总吗？我是金融街物业公司的总裁王乐，我已经到建业国际大厦1楼咖啡厅包厢了，您大概还有多久到？哦，我现在就在建业国际大厦门口，不过被保安拦下了。啊，您稍等，我现在就过去。这个年轻人果然和照片上的大老板长得一样。江总您好，实在抱歉，是我没有安排好，让您被拦在了门外。不好意思，江总，不知道您的身份，所以才拦着不让您进。没关系，你做得很好，不怪你。江总，在这条金融街里有一栋专属你的独栋办公楼，我们进去聊吧。好，请。哇，在这个寸土寸金的地方，有一栋专属办公楼，这也太毫无人性了吧！江总好，这是金融街的产权书，从今日起，整条金融街的产权全部都转移到您的名下。真的假的？王总，您没开玩笑吧？现在整个金融街难道都是小巡的了？没开玩笑，这产权书上写的清清楚楚的，从今天开始，整条金融街都是江总的了。上面是小巡的名字，还是永久产权？我曾经的梦想就是毕业后能进入金融街工作，结果一转头，小巡竟成了金融街的新主人。曼雨还嫌弃小巡没本事，跟小巡离婚呢。我就说我没看错人。小巡，你好厉害呀！王总，还有什么事吗？没事的话，我们就先走了。还有一件事，金融街下个季度的租金已经全部收上来了，已经安排人打到您的账户了，您到时候查收一下。您的银行账户到账30亿元。我的天哪，30多亿！您的银行账户到账30亿元。我的天哪，30多亿！曼雨上亿身家，就看不起在家辛勤操劳的小巡。现在曼雨要是知道小巡1个季度就能赚30多亿，不知道是什么表情。30个亿！江巡啊，江巡，淡定，要淡定。王总，辛苦了。我工作了这么多年，也算是阅人无数了，可从没见过哪个人在面对30多亿的时候还能这么的面不改色心不跳。难道这个江总是京城来的3代？江总，这是我的分内之事，请问您还有什么吩咐吗？没别的事了，以后金融街的管理还交给你负责，你只需要定期向我汇报就行。好的。签到系统在手，要是每签到一个产业我都要管的话，后边还不得累死？还有，我接管金融街的事呢，先不要声张，就告诉这里的公司老总就行。好的，多谢江总信任。江巡，班长竟然是裴令仪，大学时候的系花，学习顶尖，奖学金拿到手软。听说毕业后创建了一家投行云海资本，短短几年的时间，凭借自己的努力以及富豪老爹的一点点支持，云海投资迅速成长为大投行。我没记错的话，云海资本的办公室就在建业国际大厦里。还真是你啊！听说你这几年当上了全职奶爸，怎么今天来金融街？找工作啊？要不要来我们公司上班啊？大学同学里就属你脑子比较灵光，我公司就需要你这样的人才。当初听说你当了全职奶爸，我还觉得很可惜呢。要不来我这儿吧，待遇差不了你的。小巡不是来求职的，他是来收租的。收租？在金融城收租啊？我真是来收租的。可以啊，江巡，这么多年没见都学会打嘴炮了。不过也是，我们干金融的嘴就不能太老实。跟你说了多少次了，能不能改一改你的臭毛病啊？不知道你自己劲儿大呀？谁让你跟我开玩笑的？
对了，我一会儿还有个会，就先不跟你聊了。还是那句话，云海资本的大门永远为你敞开。哦，对了，还有一件事儿，明天明拓他们来江城，我组了个局，你没事的话一定要来参加。好，我一定到。小寻，你这同学身材不错呀，人长得也漂亮。她确实挺漂亮的。那她和嫂子谁更好看？那你老同学和嫂子谁更漂亮？这当然嫂子好看了。嫂子和裴令仪不相伯仲，一个性感，一个知性，各有各的魅力。不过嘛，好汉不吃眼前亏啊！我要是说裴令仪好看，不是找死吗？这还差不多。淘淘马上放学了，咱们去接他吧。小李，吴总他们都到会议室了吗？与会人员都已经到齐了，裴总。我手上有一份金融街物业公司王总发来的文件，说是金融街产权人变更了，您过目一下。江巡，我去，他们还真是来收租的。淘淘，爸爸和妈妈离婚了，你会不会伤心啊？离婚是什么意思？离婚就是以后爸爸妈妈不在一起生活了，你可能就很少见到妈妈了。那我还能跟爸爸在一块儿吗？当然会在一块儿啊。只要和爸爸在一起就行，反正妈妈也爱骂我，也不管我，不见就不见吧。淘淘乖。今天的签到地点已刷新，目标东区王子吃豪 4S 店。今天的签到地点已刷新，目标东区王子吃豪 4S 店。我去，这系统跟我小说里简直是一模一样啊！每天早上自动刷新签到地点，不知道今天签到又能给我什么大礼包。嫂子，你醒了，早饭做好了，咱们一块吃饭吧。臭小子，我穿成这样都无动于衷，定力还挺强的。嫂子，你今天不上课吗？今天休息，所以我决定你去哪儿我都陪着你。等一下，小寻，你这么大个的人了，也不知道注意形象，衣领都没整理好。以后穿好衣服后，一定得让我帮你整理一下，你再出门，知道了吗？好，多谢嫂子。签到成功，获得大礼包1份。恭喜宿主获得东区王子车行 4S 店永久产权，车行每天都会刷新一辆顶级超跑。今日豪车已刷新，兰博基尼毒药。没想到除了车行永久产权之外，竟然还能每天刷新一辆顶级超跑，这可是超跑啊！每个男人梦寐以求的东西。所有产权相关手续皆已办理成功。江先生，是秦梅，李曼雨的秘书，她怎么会在这儿？你也是来买车的吗？算是吧。你车看得怎么样？已经订好了，我有别的事，就先走了。好。喂，李总，阿尔法已经定好了，价格跟我们预计的差不多。好，谢谢。你帮我再跑一趟工商局吧。好的，李总，我这就赶过去。对了，我刚才在车行看见江先生和你嫂子了，他们也来看车，要不要我去跟他们说一下车行的潜规则，免得他们被宰？不用了，你先去忙吧。好。都没什么钱了，还跑去看车，看来是我以前给他提供的物质生活太优渥了，都不知道自己是谁了。不过这样也好，如果他不能给淘淘提供好的生活，那我就有权利把淘淘的福愿全抢过来了。
还有林淑清嫂子，都到这个时候了，还跟那个人住在一起，改天我得说说他。小寻，你是来买车的吗？不是来买车的。你不会又是来收租的吧？也不算是，嫂子，一会儿你就知道了。江总你好，我是东区王者车行 4S 店的负责人姚一山，请问您什么时候有空？我去找您汇报一下工作。我现在已经到车行门口了。好，您稍等，我这就去接您。江先生，不知道您今天大驾光临，欢迎仪式都还没准备好呢。这么热情，甚至有点卑微了，和昨天的王乐一样。这个 4S 店不会也是小寻的产业吧？江总，里面请。江总好。江总，我们车行1年的利润接近10个小目标，在其他1线城市都有分店。很多1线城市的公子哥都会选择在我们东区王者车行 4S 店购买豪车。江总，车行的产权转让都已经准备好了，您要不要过目一下？这里竟然也是小寻的产业。小寻，你到底是什么身份啊？还是我以前认识的那个小寻吗？这样的人，曼雨竟然说他是废物。不需要，这个你帮我保管就行。还有，这里以前什么样，以后就是什么样，不用因为我的到来有任何的变动。好的，江总，我们就先走了。江总慢走。哎，都在呢。哎，老江，这边。哎呀，明拓，你这练的是越来越变态了，这大胸肌，练的都让女生羡慕。是吗？我就是随便练练。不过明拓，你这个头怎么尖尖的？江璇，我干你大爷！谁头尖尖的啊？我看你头才尖尖的。好，你全家的头都尖尖的。最近工作怎么样？最近刚升了经理，年薪40多个，跟你还是没法比啊。娶了个这么漂亮的老婆，还有能力赚钱。你呢？平时就带带孩子，空闲了就写写小说，轻松自在。我要是能过上这样的生活就好了。哼，我离婚了。这么突然？什么时候离的？昨天。你们不一直都挺好的吗？你都不知道，咱班不少同学可羡慕你们了。为什么？这次婚姻啊，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：女人只想当县长夫人，不在乎县长是谁。所以，作为一个男人，你要么就是当县长，要么就只能被传。哪个男人不想去外面闯出一番事业？更何况像你这么有能力的人。可是当初你选择留在家里带孩子，可见李曼雨在你心中的地位。没想到最终迎来这样的结局。那你以后怎么办啊？毕竟和社会脱节了这么多年，想找到一份核心的工作，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哎，你不用担心我，我自有打算。少来！你在家待这么多年，你能有什么打算？这样吧，明天我就去跟领导谈谈，尽量把你招到我们公司。我在公司混这么多年，这点脸面还是有的。哎，不，更何况你也不差，不许拒绝啊！就这么定了啊！真不用。昨天裴令仪让我去他的公司，我也没去，真不用担心我。裴大美女让你去她的公司，这牛你也真敢吹呀！真能吹牛逼呀！陈旺财这家伙，大学的时候追求过李曼雨，后来李曼雨和你在一块后，他又转头追求裴令仪，结果可想而知，铩羽而归。他喜欢的2个女生啊，一个是你女朋友，一个对你也不错。我估摸着他肯定难受得很，一直想找机会整你呢。你得小心点。我听说他毕业之后混得还不错，开了家公司，风生水起的。各位同学，江巡可是著名的全职奶爸，竟然说裴令仪大美女主动邀请他加入云海资本，他还拒绝了，可真会吹牛。云海资本，那可是大投行，我们想去的未必能选，江巡就更不可能了。金融行业瞬息万变，江巡都在家待这么长时间了，早就和社会脱轨了。别说云海资本那些大投行了，就连那些小投行啊，也都不可能要他。他还好意思说裴令仪主动邀请他去云海资本，他还拒绝了。哼，脸可真他妈大呀，也不怕被笑掉大牙。张璇，既然你拒绝了云海资本，要不你来我公司吧，我给你个职位，绝对适合你，就端茶倒水、扫扫地什么的，跟你平时在家干的一样。我1个月给你开6000，怎么样？老陈可以呀，
混起来还不忘拉同学一把，真是仗义。哎，江巡，我要是你，我立马就同意了，端茶倒水就能每月拿6000，多好的事儿啊！你就别幻想着自己去云海资本这种大投行了，人得学会脚踏实地。你与社会脱节这么多年，我看老陈那工作挺适合你的，直接就能上手。你们想嚷嚷什么呢？找抽是不是？明拓，我也是一片好心。好心你妹！6000工资，你埋汰谁呢？保洁嘛，就这个价。保洁你大爷！赶紧滚啊，不然揍你！真不识趣。老姜，别管他们，我明天就跟大老板推荐你。你这么优秀，肯定会被选上的。哼，明拓这家伙，这辈子能交到这么个朋友也是值了。那边明拓这么大年纪了，天天打打杀杀，真是粗鄙。哎，底色粗俗的人呐，以后离他远点吧。还有那个江巡，真够不要脸的，当那么多年全职奶爸了，竟然还有脸说裴令仪让他去云海资本。待会儿裴令仪来了，我们跟裴令仪提一嘴，看他怎么圆场。好，等会儿就这么干，看他怎么还有脸在这儿待。小姨，一路赶来，口渴了吧？来，喝水。不用了，谢谢，我不渴。还有，你还是叫我名字吧，小姨，听着怪怪的，我家人都不这么叫我。班长毕业以后是越来越漂亮了，越来越有气质了，真是让人羡慕啊！更牛的还是班长的能力啊，这么年轻有了这么大一个投行，这等能力谁能比啊？这帮人毕业这些年，别的没学会，阿谀奉承学的倒是一个溜。行了，我们也去和裴大美女打个招呼。她和我是好朋友，我在这坐的跟大爷似的，也不太合适。走。不好意思，刚刚有个会，实在抱歉来晚了。没事儿，这同学聚会主打的就是放松，不碍事儿。班长还是一如既往的善良。江巡啊，跟我们说了，他最近在找工作，你得知以后就想邀请他进入云海资本。你这么照顾老同学，真让我感动啊！还这么淡定，这么不要脸，等一下看你怎么收场。他来找工作，这怎么可能？别听他瞎说。哟，江巡，你不说班长邀请你进入云海资本吗？怎么班长自己都不知道啊？江巡啊，我看你是当全职奶爸当傻了吧？怎么现在脸皮这么厚？我都替你臊得慌，这种话你都说得出口？江巡，人最重要的就是脚踏实地。云海是很好，我们也很理解你想去的心情，但是人总不能活在梦里，你得一步一步来。就是，这云海资本，我们可都想进去，可能力有限，班长看不上啊，你就更没希望了。江巡，既然没有公司要你，要不来我公司吧，我一个月给你开6000，保洁绝对适合你。你们理解错我的意思了，我昨天的确邀请江巡来我公司上班。啊，班长，刚才不是说他瞎说吗？我说的意思是，他根本就没找工作。我昨天在金融街遇到他，误以为他是来找工作的，所以就邀请他。后来知道他身份之后，我自己都害臊。对了，你们不知道现在江巡在做什么吗？江巡，你还没有告诉这些老同学吗？班长，江巡他不是全职奶爸吗？他还有什么身份？你们还真不知道啊！江巡还是收租的，整个江城金融街都是他的。啊？什么？光一个季度的租金就高达30多亿，比我有钱多了。我还邀请他来云海，你们说我该不该不好意思？整条金融街都是他的？班长，你不会是在开玩笑吧？班长，这玩笑可不好笑啊！我今天之所以组这个局，就是看到难得江城同一时间出现这么多老同学，想聚一聚，联络一下同学情谊。没想到这些同学现在都变成了这副嘴脸，恨人有笑人无。看来以后这同学情谊也没有再联络的必要了。你们看我像是拿这种话开玩笑的吗？我们一年的收入也就几十个，江巡一个季度的租金高达30多亿。我刚才竟然说要给江巡一份月薪6000的保洁工作，这可以啊，老姜发达了。以后老子不想在公司混了，就去投奔你啊！没问题，没问题。
江璇，曼雨没跟你一起来吗？我本来想联系她的，结果发现她联系方式都换了，我还以为今晚你会跟她一起来。我们离婚了。啊？哦。水给我吧，我口渴了。这水我已经……我好心准备的水，你竟然不喝，反而去喝江勋喝过的，嘴还对到了瓶口，这他妈不就是间接接吻了吗？我跟江勋这小子差哪儿啊？他不就比我长得帅，身材好点，也就比我多了一条金融街，有什么了不起？老江，裴令仪可是一直以来边界感都很强的，从来不会跟哪个男生过分亲密，喝男生喝过的水更是不可能了。根据我多年的泡妞经验，他对你有意思，你赶紧行动啊，把他拿下。去，一边去，吃饭。兄弟啊，保时捷那车得好几千万吧，而且还是全球限量的。我这辈子要是能有一辆这样的座驾，也算是值了。有些东西出生时候有就有，那出生时候没有，这辈子就没有了。我去，这车太帅了！怎么想开一把？这车是不错，但跟我的比亚迪相比，还是差远了。此话怎讲？我开保时捷的话，那每个从我车上下来的女人，别人都觉得我俩有关系。等我开比亚迪的话，就算带已婚少妇出去耍，被她老公看见从我车上下来，也不会有丝毫怀疑，甚至还会说一声谢谢师傅。这就是口碑，保时捷都比不了。有道理啊，不过你确定不想开一把？确定以及肯定，保时捷它不安全。几位美女，拍完了吗？拍完我要走了。几位美女，拍完了吗？拍完我得走了。这车是你的？别开玩笑了，你开得起这车吗？帅哥，你搭讪的方式好土啊！我们可不是什么男生都看得上的哟。不约，拜拜。江勋离婚后，春心开始荡漾了，竟然用这种方式来搭讪女生了。哼，江勋，就算我和裴令仪不可能了，你也别想好过。江勋也是逗，那他妈可是保时捷，全球限量，有钱都未必能买到。他还看见一辆就说是自己的，真以为这样就能泡到妞呢？可能是膨胀了吧。哥哥，这车真的是你的，带我们兜一圈呗。人家想感受一下风驰电掣的感觉，体验完了，人家也让你风驰电掣一下。哥哥，你要是嫌一个不够，我们都可以陪你风驰电掣，保准让你难忘。不好意思啊，没空。哥哥，人家会的很多哦，你要是错过了，可是会后悔的哦。就是，我们几个保证给哥哥一个难忘的夜晚，风驰电掣。你们给我让开，我真没空。江雪，我有点累了，你送我回去吧。好。我操，哥们儿，这车真是你的？快给我体验一下，爽一把！你刚才不是亲口说你不想开的吗？等下次吧，啊，走了。哎，我这个嘴咋就这么欠呢？班长到了。还叫我班长啊？多生分，以后叫我小姨吧。啊什么啊？我在你心里连朋友都算不上，是不是？没有，小姨，你家到了。再见，我俩都在江城，以后记得常联系啊。我刚才是不是表现得太明显了？我都这么明显了，他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？爸爸！哎呦，我的淘淘呀！淘淘，爸爸今晚不在家，你有没有想爸爸呀？想，非常想，100分的想，10000分的想。是吗？那你有没有很乖啊？淘淘可乖了，乖乖吃饭，乖乖洗澡，乖乖听婶婶的话。
淘淘这么乖，能不能奖励一个冰淇淋？我看你像冰淇淋。哼，臭爸爸，不想你了。哼，小寻，你有没有喝酒？我今天煮了养胃的粥。我今天开车就没喝酒。哦，不过嫂子今天下厨，我倒是想尝尝嫂子手艺怎么样。真的，我去给你尝。嗯。小寻，这是我第一次做粥，不知道好不好喝。嫂子，你这厨艺可以啊。真的吗？爸爸，我也要喝粥，我也要。好。婶婶真厉害，好吃。人呢？死哪儿去了？我怎么会这么烦躁呢？跟那个废物离婚了，我应该高兴才对啊。没错，就是高兴。终于摆脱了那个废物，再也不用跟没有任何灵魂共鸣的人在一起，也不用再被他吸血。没了这个废物的拖累，我以后还会找到更优秀的人。离婚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是非常值得庆祝的，更难受的只会是他江巡。这个废物离开了我，生活肯定会一落千丈。从住这样的大平层，到和人挤在逼仄的合租屋里，从开奔驰到挤公交，吃的也是10多块钱的快餐，更难受的只会是他。让他倒是装，当时离婚的时候答应的这么爽快，还说只要淘淘。如果他当时愿意求我的话，或许我一心软还会分他一些财产。现在就算他跪下来求我，我一个子儿也不会给他。小丽，什么事？曼雨啊，你快出来！我和小天给你准备了单身派对，庆祝你离婚，彻底摆脱了江巡那个废物。没错，这件事情值得好好庆祝一下。你在哪儿？位置发给我，我现在过去。各位，这位美女才是我们今天的主角，你们可得给她伺候舒服了。都离我远点。先出去吧。怎么，心情不好？没有，终于摆脱了那个废物，还不用付出任何代价，我高兴还来不及。你现在心情不好很正常，毕竟你跟那个废物在一起都快10年了，已经习惯了。现在突然少了这么个人，有阶段反应再正常不过，但这并不能说明你这个离婚的决定是错误的。相反，你现在离婚是一个非常正确的决定。你现在处于事业的上升期，需要一个顶天立地、能对你事业给予帮助的男人，而不是一个只会拖你后腿的废物。摆脱了这个累赘，你以后的事业和生活只会越来越好。而且，你这么优秀，长得好看，身材还好，能力又强，这样的你完全可以找到一个比江巡好1000倍万倍的男人。我早就跟你说过，你嫁给江巡简直是白瞎了。不过你现在能醒悟也不算太晚。其实江巡也没那么差劲吧？当初为了支持曼雨的事业，才选择在家里做全职奶爸。哼，怎么就不差劲了？但凡有点尊严的男人，哪个会待在家里让老婆养活的？他要是有心，也不会让曼雨这么劳累。他肯定会一边带孩子，一边给予曼雨事业上的帮助。他摆明了就是一个好吃懒做的废物。这样的人，你居然还替他说话？他……小丽说的对，离婚是我做的最正确的一个决定。今天晚上确实值得好好庆祝一番。来，喝酒。江巡，江巡，
嫂子，不好意思，我不知道你在这儿。今天的签到地点已刷新，目标全民健身中心。全民健身中心，这不就小区门口那个？没想到这次签到地点居然这么近。签到成功，获得大礼包1份，是否打开？打开。收到，打开礼包，恭喜宿主获得完美身材。我去，还有这种奖励！前2次获得的都是永久产权，没想到这次是完美身材，我的青春回来了！小璇，原来你身材这么好好结实的肌肉。小璇这么好的身材，曼雨是怎么舍得跟他离婚的？小璇要是光着膀子出去，这他的富婆肯定得排队到法国。对了，嫂子，刚才不知道你在厕所，不好意思啊。说我今天自己要去外面上厕所，不怪你。嫂子，你想吃点什么？我给你做。那我想吃香肠和鸡蛋。这嫂子真是越来越大胆了。对了，小璇，你可要快一点，嫂子饿了。哦。恭喜宿主东区王者车行4S店刷新跑车。我去，这系统还真每天固定给我刷新一辆跑车。照这个进度，假以时日，我的跑车岂不是得绕地球一圈了？欢迎江总再次莅临车行。江总，这是今天刚进的车，打算做展览用的。好。江总，我叫姚颖，车技很棒的，今天就让我来带你感受一下这台跑车的性能吧。小璇，我也想像昨天一样感受风和速度，你开这台跑车再带我跑一圈好不好？没问题，嫂子，走吧。我说啥来着？你没机会，穿成这个样子，江总也没多看你一眼啊。你懂个屁，这样才有意思。我姚颖最不怕的就是挑战。小璇，我好喜欢你的大跑车，好快，好刺激。嫂子，你一会儿有课吗？没有啊，下午才有。怎么了？我想去买几件衣服，嫂子你帮我挑一下吧。好，走吧。这件不错，试试吧。好。嫂子，要不你也买一下？那就这件吧。小璇，过来帮我一下。怎么？小璇，今天下午3点来接我吧，我们一起去接淘淘放学。好的，嫂子。还有，别开这辆车了，太高调了，被同事看到，以后没法跟他们相处了。你就骑自行车来吧。行，那我先走了。臭小子，看你还能抵挡多久？啊，兄弟啊，你也是来接美女下班的吗？啊，兄弟，我跟你说，你这样可不行。虽然你长得很帅，身材也不错，但你应该知道，年轻的女生虚荣心最强。你骑个自行车过来接她，这不是让她在同学面前丢脸吗？我可不是给你泼凉水啊，但是我敢肯定，待会儿你喜欢的女生看到你骑个自行车过来，她肯定被吓得躲在教学楼里不敢出来，搞不好你们就要吹了。这方面你多学学我，穿着一身帅气的名牌，手捧99朵玫瑰，开一辆保时捷，牌面直接拉满了。待会儿等我的女神一出来，我往她面前一站，她绝对会成为这里所有女生最羡慕的存在。到时候我再深情表白，肯定直接拿下，哥们儿幸福就完事儿了。当然了，我这么说可不是说我女神
爱慕虚荣。西红柿首富看过吧？夏珠他不喜欢钱，但是王多鱼感动他的瞬间都是大把大把的花钱。女生可以不爱钱，但是作为男人，咱不能没钱，对不对？该有的仪式感还是要有的嘛。你看看你，骑个破自行车过来，多让他丢脸啊！哼，这里门道可深了，跟着我好好学吧。说了半天，你是来表白的？我还以为你都已经拿下了。你这说的叫什么话？我温然看上的女人是什么凡品吗？是随随便便就能得到的吗？我跟你说，我追的可是系花，像太阳一般耀眼的女神，长得比明星还漂亮，身材更是不用说，最主要的是声音好听，人也很温柔。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完美的女人。还记得我跟她第一次见面，我骑车摔在了路边，她向我走来，温柔地问我：“同学，你没事吧？”她真的太美了，就在那一刻，我确定这辈子就她了。你说这么完美的女人能随随便便就得到吗？必须要经历千辛万苦，克服重重考验才能得到认可。虽然我前面表白5次都失败了，但我也不会放弃的。这次的表白也是我精心准备的，待会儿你就看着吧，我肯定把我的女神感动得稀里哗啦。听你这么说，我倒是好奇啊，你这女神是谁啊？她可是……嘿嘿，你就看着吧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林淑清，从遇见你的那一刻起，我整个原本灰暗的世界被你点亮，是你让我知道，这世上还有很美好的事情。今天，我想在大家面前告诉你，我喜欢你，不是说说而已，而是经过深思熟虑后的决定。林淑清，我不知道以后会怎么样，但我知道，只要和你在一起，世界就会不一样。我想谱写一个专属于我们的故事。你愿意吗？这家伙要表白的对象竟然是嫂子！哇塞，好浪漫啊！要是有人跟我这么表白，我肯定从了他。好羡慕啊！什么时候能调个病娇霸总在我面前，让我也救赎一下？而且这男生长得还挺帅，还开着宝马，又有钱，长得又帅，还懂浪漫，真是被林老师给赚到了。答应他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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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学着点儿，哥们儿，只教一次。我都跟你说过很多次了，我们2个人根本就是不可能的，而且我现在已经有喜欢的人了。不是，你死了这条心吧。小寻，等很久了吧？没有，嫂子，我才刚到没一会儿。那我们去接淘淘吧。你喜欢的人是他呀？怎么样，帅吧？不是，他骑自行车，我开保时捷，我差哪儿了？不是所有女人都喜欢保时捷，我恰巧就喜欢自行车。小寻，咱们走吧。兄弟，再见。不是，祖师爷别走啊，开课我肯定买。我和他差距就这么大，比保时捷和自行车的差距还要大呀！小寻，我感觉你都快成明星了。嫂子，你今天是不是故意叫我来当挡箭牌的？那你愿不愿意给我当挡箭牌？那个嫂子，你没必要贴这么紧吧？不贴紧点我掉下去了怎么办？你就忍心看我掉下去吗？这是曼雨的妈妈。喂，妈。青青啊，我和你爸呢，明天要去一趟城里，然后呢，顺便看看我可爱的淘淘。这一路去的呢，还有你表哥和他的女朋友。你给小寻说一下，他要是方便呢，到机场接我们一下。妈，他俩离婚了，你再让他去接你们，不太合适吧？什么？怎么这么突然？什么时候的事儿啊？这就前2天的事。哎，曼雨，
这死丫头啊！小寻这么好的男人，打着灯笼都找不到，他竟然还离婚了他，真是气死我了。对了，淘淘现在跟谁呀？现在跟着小寻呢。跟着小寻就好。小寻这孩子呀，看人有耐心，也温柔，把淘淘照顾得很好。这要是跟着曼雨啊，这我反而不放心呐。哎呦，这个曼雨啊，他只要出钱就行。妈，曼雨他没出钱，他还把房子和车子都收走了。小寻过2天就搬出去住。什么？连钱都不愿意出，也没给小寻分财产呢？曼雨这丫头怎么心这么毒啊！气死我了，真是气死我了！这做人怎么能这个样啊？小寻这些年来一直没有工作，这离婚后呢还要带着淘淘，这怎么生活呢？结婚这么多年，这多多少少他俩有点感情嘛。曼雨怎么这么狠心，能做出这样的事情？气死我了，这真是气死我了！我怎么能生出这么狠心的女儿？青青啊，今天的事情你不要告诉小寻，发生这样的事情啊，我跟你爸也没脸让小寻再到机场接我们了。我呀，这就去给曼雨打电话，一定要好好说说他。做人呐，怎么可以这样啊？行，我知道了。是不是外公外婆要来？你们都听到了。那么大的声音，很难听不到。是曼雨爸妈，还有曼雨表哥明天要来，想让你去机场接他们，但是听说你俩离婚了，就不好意思让你接机了。正好明天有空，接一下他们也没事儿。小徐，你不想去可以不去的，我不想你受委屈。嗨，这些年啊，他们一直特别照顾我，这点事算什么？不会受委屈的。行，那我跟妈说一声。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。喂，曼雨啊，你和小寻离婚了？我本来打算过段时间再跟你们说的。你说你这孩子，那小寻是多好的男人呐，专一还顾家。你说你在外面打拼，小寻在家里把你家照顾得井井有条。我告诉你啊，像小寻这么好的男人呐，你是打着灯笼都难找。你说你怎么还跟他离婚了呢？你妈，你说什么呢？江寻他就是一个废物，离开了我什么也不是。什么顾家，什么打理家务？这些事情我找一个保姆来做，难道不会做得更好吗？这样的男人我要他来干什么？哎呦，曼雨啊，小寻怎么就是废物了？你忘记他刚毕业的时候，那年薪也是30万呢。他还不是为了你放弃他的工作，专心在家照顾你们这个小家吗？你说，要不是他，你能在外面好好工作吗？你怎么能这么没良心呢？这说离婚就离婚呐？年薪30万怎么了？我现在身家过亿，他就是配不上我，他就是没我强。你别说什么为家庭付出牺牲了，他这么多年，他一直在坐享我的奋斗成果。要是没有我的话，他这几年不知道会过成什么样。我现在已经对他够好了，妈，我是你女儿，我值得更好的生活，你总不能让我为了他那么一个废物，让我放弃追求更好的幸福生活吧？你是我妈哎，你应该理解我，支持我。哎呦，曼雨啊，人心不足蛇吞象啊。根据妈妈的经验啊，小寻是你这一辈子遇到的最好的男人，以后后悔的是你。妈，你说什么呢？你女儿长得这么漂亮，能力又强又会赚钱，完全可以找到一个比江勋那个废物男人更温柔更顾家，并且能在事业上帮助我的好男人。离开了那个废物，我的生活只会越来越好。这次后悔的只有一个人，那就是他江勋。哎呦，你就活在那梦里吧，那梦里啥都好，那梦里啥都有。既然你已经跟小寻离婚了，我也懒得跟你废话了。以后后悔的是你，不是我。我只想问你啊，你和小勋离婚了，为啥不跟他分财产？他现在可是带着淘淘呢，淘淘可是你的亲生女儿。这要是淘淘跟着他吃苦，你还忍心吗你？他挑的嘛。当初商量离婚的时候，他说他什么都不要，只要淘淘。那我就只好满足他了。放心吧，等他什么时候知道他就是一个废物，离开了我什么也干不了的时候，他就会乖乖的把淘淘给我送回来。你放心吧，我的女儿，我肯定不会亏待她的。最近淘淘跟着她也挺好的。最近我也在找新的男朋友。淘淘跟在我身边，
不方便。什么人呢？你是啊？这淘淘啊，可是你的亲生女儿啊！我怎么会有你这么狠心的女儿啊？哎，这幸好啊，淘淘跟了江巡，这不然呢？淘淘要是跟了你，我还不知道我这亲外甥女儿啊要受多大的罪呀！你妈，你说什么呢？我有钱，淘淘跟着我只会过更好的生活，怎么会受委屈呢？再说了，你现在应该庆幸的是有我这么优秀的女儿。行啊，这世界上有很多东西不是你能看得到的。妈告诉你，你真以为赚了点钱就有什么了不起的了？我懒得跟你说，以后啊有你后悔的。哎呦！今天签到地点已刷新，目标西郊1号。西郊1号，我要是没记错的话，是个别墅区啊。正好这几天一直在找房子，难不成今天的签到大礼包是送我一栋别墅？这系统还怪有人性的嘛！今天又刷新了一辆限量版的超跑，迈凯伦 P1 呀。不过今天要是去接爸妈的话，还是选一辆商务车吧。姚经理，江总，我今天需要去接人，你帮我选一辆商务车吧。好的，江总，我们店内有台 MPV， 奔驰迈巴赫 VS680， 非常适合商务接待。行，那就它了吧。不过我记得这车好像是黄牌吧？你帮我配一下司机吧。没问题，这边请。爸妈，哎呦，你看，小寻啊，你和曼雨都离婚了，还来接我和你叔叔，我们都不好意思了。爸，不，叔叔阿姨，虽然我和李曼雨离婚了，但是你们依旧是淘淘的外公外婆啊。我跟你们说啊，淘淘知道你们老两口要来，他高兴坏了。小寻啊，这个呀，真没想到，曼雨跟你离婚，竟然一点家产都没有给你。这个呢，是我跟你阿姨这些年攒下来的一点钱，你呀拿着吧。度过这个难关之后，我们相信以你的能力，很快就能够把生活给经营好的。看来二老是怕我离婚后突然断了经济来源，没法正常生活，所以就把积蓄给我了。叔，钱您收着吧，我真有。你信我的，我真有。小寻啊，你就拿着吧，这钱不是给你的，是给淘淘的。现在淘淘正是要长身体的时候，咱们不能让淘淘吃苦，不是？妈，你们不知道，小寻现在可厉害了，她用不上这钱。啊，哎呦，你这孩子，别在这里瞎掺和，这钱是给淘淘的，他们现在刚离婚，正是需要钱的时候。这孩子小，正是要长身体的时候。再说了，我们相信小寻，她一定能过上好日子的，你就别在这瞎掺和了啊！妈，不是我在这瞎掺和，小寻现在真的很厉害，厉害到我根本不敢相信。总之，你们就把钱收回吧，回家再跟你们细说吧。兄弟，我可真羡慕你。你说你结婚的时候有老婆养着，现在离婚了还有老丈人给钱。这生活也太滋润了吧！不像我，只能靠自己打拼。虽然开了家小公司，只能赚点小钱，但是真的累呀。我要是有你这样好的皮囊，我也想过这么安逸的生活，是吧？轩哥，你还是太谦虚了，你这年利润700万呢。再者说了，帅有什么用？现在男人最重要的是有能力。我就喜欢呀，你这种有能力的男人。你们两个不会说话就闭嘴。小寻啊，这个是曼鱼的表哥吴明轩，旁边那位就是他女朋友小霞。他们俩这次来啊，就是想到金融街去谈一谈，让他们公司啊能入驻江城的金融街。没想到接个人还能扯到金融街上。啊，叔叔阿姨，那个车在停车场，咱们先上车吧。哎，好。等等，
你这个软饭男怎么那么没有礼貌呀？没看到我们轩哥手上还有行李箱吗？怪不得你被抛弃，挣不到家产。哎，小轩，我对你女朋友很不满意。人家小寻好心好意来接我们，你们不讨好不感谢，还在这说话阴阳怪气的，是不是有病啊？姑姑，小霞没别的意思，就是觉得这江寻平时当全职奶爸，提行李箱更在行而已。哎，你们才在行呢，你们没长手啊？行李箱自己拿。吴明轩，你要是还想让你的公司入驻金融街的话，最好对他说话客气点。我不是，等等，我去金融街跟他有什么关系啊？难道他要去金融街当保安，拦着我不让进啊？轩哥，他个全职奶爸去金融街能干什么呀？肯定是去金融街应聘厨师，到时候在你饭菜里加点料。那我确实得说话客气点儿。你们自己能拿就拿，拿不了就扔了。叔叔阿姨，咱们去车上吧。走。轩哥，这个软饭男好没有礼貌呀！消消气，人家刚被甩，以后都没有软饭吃了，生气也正常。轩哥，你说他会不会开一个破车来接我们？我这可是一身名牌，坐不了廉价车。你别说，搞不好还真。嗨，谁知道他恰巧离婚了，他肯定租不了什么好车。早知道啊，我就自己备一辆车了。你就先忍忍吧，反正也就一段路的时间啊。今天晚上你可要好好补偿人家。小馋猫，今天晚上我一定好好补偿你。走。小寻呐，你说你这孩子，你来接我们，随便找一辆车就可以了，干嘛花那钱找这么好的车呢？妈，你不知道，这些对小寻现在来说都不算什么，你就好好享受吧。上车吧。好。这小白脸儿也太好面了吧！哎，为了装逼，居然选了辆这么好的车，还配了一个司机，真是死要面子活受罪。这车改造过的吧？多少钱？这车落地价70多万，加上改装费，总计130多万左右。130万？吴明轩公司盈利几百万，实际到手也没剩多少钱，根本买不起这样的车，给我花的钱都没有多少。他在你这租车多少钱一天？这车本来就是江先生的，所以没有租车一说。这车上也太热了吧！哎呀，这女的真有意思，看着我开这车过来，对我态度立马就变了，而且是直接当着吴明轩的面这样。吴明轩找这样的女朋友，也不怕头上绿汪汪。寻哥，谢谢你今天开这么好的车来接我们，我还是第一次坐奔驰 VS680迈巴赫呢。哎，对了，你开这么好的车，事业应该也很不错吧？我没什么事业，和以前一样，都是在家带带孩子。跟我装什么？表面上不在乎，实际我在你的脑海里已经很惨了吧？迟早要把你拿下。啊，哎呀，小寻呐，这些地方应该消费很高吧？你说，就我们自己的人吃饭，去吃点沙县小吃都可以，你浪费这钱干嘛呀？没错，我们这辈子呀，就适合吃点沙县小吃，这种高端的地方，我们这胃受不了。怎么感觉我们俩像被骂了一样？爸妈，我都跟你们说过了，小寻她现在过得非常不错，根本就不需要担心这些。今天咱们就好好享受这些吧。好，我们就听你的。走吧。小轩啊，这个也不整点小酒什么的？你看这么好的菜，没点小酒可惜了。哎，兄弟，不是我说呀，我之前喝的那酒，那都是罗曼尼康帝、拉菲这种高档酒，
你要是整什么差的酒，我可喝不惯啊！刚才让我很不舒服，现在我就要在你面前杀一杀他的锐气，让你知道这个男的跟我比起来还是差了很远的。喝不惯你别喝。小寻啊，别听他瞎说，给我整瓶牛栏山二锅头就行，我就好那口。叔，知道你喜欢这一口，早都给你安排好了。服务员。五粮液，不是兄弟，你请我们在这吃饭，就喝这五粮液，你未免也太寒碜了。哎，还有你这服务员也是，就一瓶五粮液，用得着这么谨慎吗？搞得我还以为是什么名贵的酒呢。红旗五粮液，这可真是红旗五粮液啊！哼，姑父，你也没见过什么好东西，一瓶五粮液。都让你激动成这样，哎，要是在你面前摆一瓶那罗曼尼康帝，那你还不得激动出个好歹来？你知道个屁！这可不是一般的五粮液，这可是红旗五粮液呀！没想到这位先生竟然如此识货。没错，这瓶酒确实是红旗牌五粮液，我们店就珍藏了这一瓶，今天下午已经被江先生给拿下了。啊，这酒很贵吗？确实很珍贵。红旗牌五粮液主要是五粮液酒厂在1966年到1973年期间生产的五粮液，受那段特殊时期的影响，五粮液那段时期的包装设计也被打上了时代的烙印，以红旗作为商标，这就是红旗牌五粮液的由来。那不过就是时间久而已嘛。因为生产时间较短，加上这么多年的消耗，红旗牌五粮液现存市场极为稀少，像我们店这瓶卖相这么好的就更加稀少了。这么珍贵的酒多少钱一瓶啊？市面上的话120万，不过这瓶酒是用来展览的，江先生加价20万，老板才同意卖这瓶酒。多少？140万？不是，就这瓶酒？什么？140万？不是，就这瓶酒？这酒赶紧退了吧，100多万，我喝下去收尾。小寻呐，你说你再有钱，这也不能这么挥霍呀。就这酒要140多万，这我们喝了浪费不是？叔，这酒我已经付过钱了，要不然他也不能把这么名贵的酒给我上来啊。哎，行了，服务员开吧。哎，不，这真退不了啊。江先生已经付过钱了，发票都开好了。哎，小寻呐，这酒实在是太贵了。这样啊，我们呢先给你珍藏了，到时候万一有个啥事儿呢，阿姨跟你叔叔啊再给你拿出来。这钱呐不能这么挥霍啊！尼玛，感情我不仅丢了脸，连珍贵的红旗牌五粮液也没喝到，把我当小日子整。哥，你好帅哦，竟然买了一瓶140万的酒，把人家砸得晕乎乎的，你可要负责。小寻，菜都快凉了，赶紧吃吧。吃。哎，小寻，刚刚你付酒的钱，短信已经过来了。另外，4S 店那边说，这3个月的资金已经汇到咱们账户上了，足足有4个亿呢。啊，不好意思，我是不是不应该现在说出来？没事儿，不影响。不愧是江城第1大车行呀，还在别的1线城市有分店，这收益确实牛掰。我操，一个软饭男，转眼间就成了现金流几个亿的大富豪，而且这才只是半年的收益，我公司1年才几百万，江勋这半年就4个多亿，这差距未免也太大了，假的，这一定是假的。青嫂子，你这不是开玩笑吧？这玩笑确实好笑。吴明轩，你觉得我是在开玩笑吗？爸妈，我已经跟你们说过了，小寻现在过得非常好，根本不需要担心这些。曼瑜啊，丫头片子，身家上亿，这鼻尖就朝天了，就要跟小寻离婚。殊不知你现在1个季度都挣4亿，他知道这个事儿，哼，
不知道有何感想啊？哎呦，我早就说过了，曼雨这个傻丫头啊，这一辈子都找不到像小寻这么好的男人，让她后悔去吧。我去个卫生间啊。哥哥，你的后背好宽呀，让人看着好有安全感，好想依靠啊！你想干什么？哥哥，你累不累啊？需不需要我给你揉揉肩、捏捏腿啊？你这么做对得起吴明轩吗？良禽择木而栖，我们女人亦是如此。更何况像我这么漂亮的女人，只能怪她自己不争气了。她总不能阻止我奔向更好的人吧？不好意思啊，我对你没兴趣。啊，不感兴趣？我不信哦，我还不知道你们男人啊。撒开！我不信，我天生丽质，身材又好，没有哪个男人对我不心动。哥哥，你就让我跟了你吧，我绝对不会纠缠你的。你只需要每个月给我包点金币，咱们各取所需。况且，人家那方面很有天赋啊，绝对比其他女生都强。啊，哥哥，你要是这样，我可是喊人了，喊你非礼我。你看到时候他们是信你还是信我呀？你就这么想做我的女人啊？当然，哥哥你长得又帅又有钱，而且人也有实力，哪个女人不喜欢？哼，进去。在这里吗？这么刺激吗？我喜欢。哥哥，你好粗鲁啊！你干什么？再敢纠缠我，这几张照片就会出现在你亲朋的手上，好自为之。你，江雪，你混蛋！叔叔阿姨，那我就先去睡个午觉，等到下午的时候天气凉了，回去接上淘淘，到时候带着你们一起去这个栖霞山游玩。哎，行，那你先忙，现在确实天热，不适合出去。行李我给你拉屋里啊。哎，好。哎呦，哎，青青啊，你跟妈说啊，你现在跟这个小寻是什么情况？妈，胡说八道什么呢？我俩能有什么情况？青青，那小寻都跟那个曼雨离婚了，你怎么还住在他家呀？妈可是看到那阳台上晾的都是你的衣服啊。妈，这不是小寻和曼雨才刚刚离婚，我也不能马上回学校去住呀。再说我也舍不得淘淘。爸妈都看得出来，青青，你是不是对小寻有意思？爸，这不可能。哎呦，青青啊，那爸妈都是过来人，当然能看出来了。今天妈可是在饭桌上看到你和那个小霞呀，你们两个不是还暗自较劲来的吗？妈，我承认我身为嫂子喜欢小寻是我不对，但是小寻和曼雨都已经离婚了，那我就是喜欢他，你们要怪就怪我吧。青青啊，爸妈又不是老古董，那小寻那么好的孩子，你追他很正常啊。那要是妈再年轻20岁，肯定也追他呀。哎，怪就怪那个曼雨，是他笨蛋，自己不好好珍惜。爸妈呀，还巴不得你喜欢小寻呢，这样啊，我就可以继续做他的老丈人了。青青，爸爸妈妈早就把你当做亲女儿了，这么好的女婿，我们可不想放过。所以啊，你得加油，争取把小寻给拿下。青青啊，你可得抓点紧啊！小寻那孩子那么抢手，那今天吃饭的时候，吴明轩的女朋友第一次见他面就对他勾眉搭眼的，妈怕你下手晚了，再被他给抢走。那要不今天晚上你直接去他房间，
咱们生米煮成熟饭。哎呀，爸妈，你们说什么呢？哎呦，喂，江总，我们这边更改了一些文件，需要您这边签字。您看要不要我给您送过去？我去趟金融街吧。江总，实在抱歉啊，打扰您了。只是这些文件真的重要，需要您亲自签字。你做的不错，以后啊还是要严格把控入驻的企业。是。王总，没想到在这儿能碰见，这太巧了。江巡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哦，刚好来这边有点事儿。哎，你不会也是来跟王总谈公司入驻的事儿吧？要不咱们一块儿，省得耽误了王总的时间。王总现在可是掌管整个金融界，他可是日理万机，这时间很紧的。老板，本来我和吴总约了3点谈他们公司入驻金融街的事情，没想到他来得这么快。你和吴总认识？谈不上，一面之缘罢了。老板，江总，你是金融街的大老板？是的，江总就是我们金融街的大老板，整条金融街的产权都是他的。吴明轩，你要是还想让你的公司入驻金融街的话，最好跟他说话客气点。坏了，当时我还嘲笑他，说他只是个金融街的小保安。江总，你看咱俩这关系，咱们之前就是亲戚，看青青嫂子对你的态度，那咱们以后那肯定也是亲戚啊。你说咱俩都这关系了，这金融街入驻的事儿，是不是？这事儿你找王乐谈吧，入驻企业的事儿都由他决定负责。放心吧，老板，我一定会秉公处理这件事情，不会砸了金融街的招牌。嘿，半年收入4亿的车行，还有一整条金融街的产权，这样的极品男人，我要是成为他的女人，那以后的生活得美成啥样？他居然对我没有意思。王总，你也看到了我和江总的关系。他之前的老婆那是我的表妹，他现在的女朋友那人是我嫂子，所以你看就我们这关系，我公司入驻的事情您看是不是？不好意思，吴总，我们金融街从不开后门，今天江总就算是你亲爹，对你入驻金融街也没有任何帮助。我们看了你们公司提交资料了，抱歉，目前暂时不符合入驻条件。不是，王总，哎，你得给我机会啊！哎，王总。哎呀，淘淘，开不开心呐？哎呀，这里的风景实在是太美了。你说谁要是住在这儿，这你就别想了。住在这儿的人呐，非富即贵。有，就那个西郊1号，那可是价值3个多亿，我们就不要想了。哎呦，3个亿呀！哎呦，真不知道这些有钱人是怎么想的，这脑子呀，真是被钱烧掉了。哎呦！恭喜宿主获得西郊1号独栋别墅1套，价值5个亿。还真给我来了一栋别墅，正愁找不到合适的住处呢。有了这栋房子，我就可以在短时间内从李曼雨的房子里搬出来了。阿姨，我在这儿也有一栋别墅。啥？哎呦，小寻啊，阿姨刚才不是说你的。不过呀，你真的在这儿有套别墅啊？爸妈，你们忘了，小寻半年的收益就有4个多亿，而且他不光只有车行这么一个公司，就连整条金融街全都是他的产业。之前我陪小寻去收租的时候，光半年的租金就高达30多个亿呢。所以啊，小寻能在这儿买房，我一点也不意外。哎呦，小寻呐，那金融街也是你的？1个季度租金就高达30多个亿啊！1个季度。哎呦，小寻呐，你说你平时把淘淘照顾得这么好，现在还整出这么厉害的动静，
哎呦，幸亏我这心脏好，要不然呢，你非得把阿姨吓出心脏病不可。小群啊，知道你能力强，没想到这么强，完全超乎了我们的想象。哎呦，是曼玉啊，稍稍有点能力就离开了你，他要知道你现在实力这么强，他得后悔死。叔叔，我并没有让其他人后悔的意思，只不过是想过好自己的生活。小寻不错，不骄不躁，难怪能取得这么大的成功。对对，爸爸，让淘淘快乐很简单，给我一根冰淇淋就行。臭丫头，一边去！江先生你好，我是你在西郊1号9号别墅的管家李文，请问你这边什么时候有空？别墅的产权证书在我这儿。我现在就在西霞山，这样你稍等一下，我这就过去。这么巧，那好，江先生，我就在别墅门口等你。好。江先生您好，我是您的别墅管家李文，很高兴为您服务。你好，江先生，这是您西郊1号9号别墅的产权证书，你收好。现在带您进去看看。来，走，淘淘。哇，这里好漂亮，看着这些花，心情都变好了。嫂子，你想住哪个房间，你就选一个。我也可以选吗？小寻让我住在这里是什么意思啊？难道他明白了我的心意吗？当然可以啊，这里正好离交通大学也近，以后你想过来陪淘淘，随时都可以过来。哦，那我就选楼上第2间吧，那里阳光很好，一推开窗就能看见花。叔叔阿姨，正好你们俩也选一间房间吧，到时候你们再过来看淘淘的时候，方便有地方住。我也有。不，我们就不选了。这儿就是太好了，我跟你阿姨啊住不习惯。是啊，小学，你这地方太高端了，我和你叔叔在这住着，确实太别扭了。那个，你的心意我们领了，但是我和你叔叔确实不合适啊。叔叔阿姨，你们就真不再考虑一下？哎呀，不考虑。对，我们不考虑。这二老本就是普通的工薪阶级，虽然这些年因为李曼雨生活变好了不少，但是让他们突然住进这价值几个亿、里面各种东西都很昂贵的别墅，他们或许真的很不习惯。李文，安排人打扫一下，这几天我就搬过来住。好的，江先生，这就安排。走。这几天怎么一坐下来就想那个废物，工作都不专心了？难道是我后悔离婚了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！要后悔也是那个废物后悔。这应该就是戒断反应。对，戒断反应，过段时间就好了。李总，这是从食堂给你打过来的饭。这跟张迅做的比起来太差了，拿走。每次犯胃病的时候都有江迅照顾，没想到这一次犯胃病居然会这么狼狈。来，老婆。喂，小丽，什么事啊？曼雨，你怎么听起来这么丧？你现在刚离婚，去掉了那么大的一个破包袱，你应该开心才对啊，嗨起来嘛！我挺高兴的。你高兴个嘚儿啊！我跟你讲，你这就完全属于是戒断反应，并不能证明你离不开那废物舔狗，知道不？你看看我身边那些舔狗，离开我的时候，我也会难过，但这能说明我非常喜欢他们吗？并不是，我只是在可惜，我身边又少了一条狗而已。
那废物这些年跟条狗一样伺候你，你接受不了他突然离开，太正常了。但这不能说明什么。算了，不说这些。我告诉你一个特别开心的消息，我呢有一个学长，人长得非常帅气。忘记旧爱最好的方式就是有了新欢。我相信只要有我学长这么优秀的一个男人在你身边，你肯定会把江雪那个废物忘得一干二净。相亲吗？谢谢你的好意。相亲我不想去。曼雨，我这个学长非常优秀，跟你就绝配。虽然他长得没有江雪那个废物帅气吧，但怎么着也不赖呀。1.8米的大高个呢，最主要的是事业做得非常好，现在公司市值已经高达了20个亿的规模，跟你简直就是绝配啊！你不去肯定会后悔的。曼雨，我跟你说啊，就刚刚我已经把你的照片发给他了，他非常满意。我感觉你俩一旦碰上，你绝对就成了。小丽，你知道的，我这个人在感情上是一个很慢的人。相比相亲来说，我更习惯在工作中相识，慢慢了解，慢慢增进感情。我感觉相亲对我来说就像是一场交易，毫无感情可言，我不喜欢。曼雨，你就别把这次见面当作是相亲呗，就当跟对方认识一下，交个朋友。万一你们两个合得来，你不去，那不就错过这份正缘了吗？那好啊，你把位置发给我，我明天过去。好，我这就安排。妈妈来电了呀，不会又是来说教我的吧？曼雨啊，今天我和你爸来江城了，小寻带我们去了栖霞山玩，我们现在在家呢，刚吃过饭。妈，不好意思啊，我最近工作太忙了，你们来了都没空接待你们。没事的，妈知道你忙，小寻带我们玩的可开心了。过几天呢，我和你爸呢就去看你啊。他确实很会照顾人。哎，曼雨啊，你的脸色怎么那么苍白啊？你是不是胃病犯了？有没有按时吃饭啊？爸，我已经按时吃饭了，放心吧，没事。按时吃饭就好。以后啊，小寻没有办法照顾你，你可要好好照顾好自己啊。我都多大人了，怎么可能照顾不好自己？我现在可是身价过亿，离开谁我都能活得很好。啊，好，你能照顾好自己就行。哦，对了，你要不要跟淘淘打个招呼啊？哦，好，等一下啊，淘淘，快来，跟你妈妈视频呢。不要，我才不要跟她打招呼呢。淘淘，这可是你妈妈，你干嘛不跟她打招呼啊？不要，她是个坏女人，我才不跟她打招呼呢。淘淘，什么坏女人？你是她10月怀胎生下来的孩子，你身上的衣服还是她给你买的呢。她是爱你的啊，不管她和爸爸闹得怎么样，她永远是你的妈妈。快去跟她打招呼。不要，她不爱爸爸，我也不爱她。爸爸对她那么好，她还经常骂爸爸。我都不喜欢骂爸爸的人，谁都不行。爸妈，我还有事，先挂了。哎，好。淘淘，为什么不和妈妈打声招呼？不要，我才不要呢！我爱爸爸，我要让爸爸天天开心。我不喜欢讨厌爸爸的人。今天的签到地点已刷新，目标江城大学。江城大学，嫂子教书的学校，我可不是当校长的料啊！这要是让我当校长，这学校指定得废。今天嫂子好像有课，一会儿去送嫂子上学，我到时候看看签到到底能给我什么好处。
青青包的挺好。叔叔阿姨，嫂子，你们这忙啥呢？这么香？包包子呀！前天淘淘一直嚷嚷着想吃我包的包子，这不，我一大早呢就跟老林商量，给淘淘包他最爱吃的包子来了。小寻，你赶紧去叫淘淘起床吧，很快就好了。哎，好。哎，快吃，快吃吧。叔叔阿姨，你们这手艺还是依旧这么好啊！你喜欢就好。来，哎呦，来，淘淘吃啊，吃，小心烫啊！谢谢外婆。外婆，这包子皮是你们谁做的呀？当然是外婆啦！我就说嘛，这是我吃过全天下最好吃的包子皮，也只有外婆能做得出来。小寻，今天怎么想起主动送我上班了？我刚好来这边有事儿，顺路。行，那我先进去了，拜拜。好，拜拜。签到成功，获得大礼包1份，恭喜宿主获得黑科技产品解决方案，奖励已放在这辆车子的后备箱，请宿主及时领取。直接给我塞后备箱了，现在演都不演了是吧？不过这黑科技产品解决方案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啊？未来科技搜索引擎，单层石墨烯芯片，钢铁侠战甲，核聚变和宇宙飞船，我勒个刀！系统，你是不是玩大发了？这些东西要是都生产出来，将会对这个世界造成多大的冲击啊！原本我以为系统只会给我类似金融街房产这样的资产，没想到这次玩的这么大，直接给我一个黑科技解决方案。有了它之后，我就可以站在这个世界的巅峰，名垂青史。哼，进场，必须得进场。哼，这。你这呆子还愣着干嘛？还不把我扶起来？抱歉啊，撞到你了，你没受伤吧？你这小子还真会找地方撞，真是便宜你了。我都心如止水多少年了，见到美女也只是欣赏，可这女人竟然能让我的内心泛起涟漪。算了，我的手也没有被擦破皮，就原谅你了。我叫席婉宁，经管学院的老师，你呢？我叫江寻，送朋友来上学。这车是你的？对。给你个表现的机会，送我到一个地方，我车坏了。席老师，你要去哪儿啊？金融街。你居然要去金融街？你不知道金融街？等一下，你叫江寻是吧？还真是你，金融街的新老板江寻。还真是见鬼了！不是，没说你是鬼的意思，我只是没想到随便碰到的人竟是金融街的新老板。哼，你现在才认出我，你这反应也是够迟钝的。你又不是什么大名人，我为啥要一眼认出你啊？我也是听了你的名字，又说到了金融街，我这才想起来的。也没必要说的这么直白吧？走吧。今天谢谢江老板相送了，我的公司叫江运集团，有时间上来喝杯茶呀。江运集团，5年前江运集团一度面临倒闭，一位江城大学的老师收购了，所有人都以为他脑子进水了，没想到他使用出神入化的手段，直接让集团焕发第2春，从此一路高歌猛进，市值很快就来到了50个亿，也成了集团的传奇。
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那位老师的名字就叫做席婉宁。江老板，你这眼神是要把人吃了吗？不行，就在这儿啊。对不起啊，我没那个意思，我只是突然想起了一些你的事情。席老师啊，这江运集团是被你盘活的吗？是我盘活的，我不是经管学院的老师吗？总觉得跟学生纸上谈兵没有说服力，就随便找了个快破产的公司，没想到一下就盘活了。现在啊，学生们听我讲课可认真了。席老师，我觉得有机会的话，我们倒是可以合作一下。哦，合作？哪方面的呀？就是我最近打算开一个公司，我希望可以把公司交给席老师来管。我喜欢这个合作，你联系方式给我。江老板，希望以后能有更深层次的合作哦。慢走。跑那么快干嘛？我很吓人吗？不过这人倒是挺有意思的。今天系统提示刷新的不是超跑，而是一辆机车，有点意思。他果然会来，不白费我等那么久。江总，你来了。姚一山呢？我哥今天不在，我是他妹妹姚颖。江总可以叫我小颖。你们是兄妹？你们该不会同父异母吧？我哥确实长得有点抱歉，但我们确实是亲兄妹。他只是不凑巧把我爸妈的缺点都集齐了，而我集齐了我爸妈所有的优点。江总，这车行我很熟悉的，就算我哥不在，我也一样能给你提供很好的服务的。请问需要什么帮助呢？今天店里不是来了一辆机车吗？带我去看看。好的，江总，跟我来。今天送来的这辆机车是被誉为速度之王的川崎 HRR， 拥有310码，最高时速可达299公里每小时，是全球最快的量产摩托车之一。其 998cc 增压引擎动力非常强劲，最大扭矩可达156Nm。而最让我兴奋的是，川崎送来的这辆车是那辆在2016年给车手开南 SOFO 路进行极速测试的车，当时创造了历史记录，所以一直被川崎收藏着。江总，你到底是什么身份啊？竟然能让川崎主动将这辆车送过来？不愧是系统啊，出手就是不凡。江总，要不你带我溜一圈？不了，那个我也就在大学的时候骑过小电驴，从未骑过摩托车，更别说性能猛兽川崎 HRR 了，根本就把握不住啊。再说了，我现在有孩子了，更不可能搞这种刺激的事情，毕竟机车可是肉包铁啊，一不小心就拜拜了。我之前关注过的机车博主，现在都已经不更新了。要不我带你溜一圈？你？这是不是因为看我是女生，所以怀疑我的技术？你真当我这机车服是白穿的？我的车技很棒的，保证能让你嗨到爆。上来。这不太好吧？你什么情况啊？婆婆妈妈的，跟个娘们儿似的。快上来，放心吧，我开车很稳的。你想干嘛？那边有片小树林，平时不会有人过来的。我的意思是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因为我喜欢你啊。喜欢我就要这么干？我不是一个随便的人，你是我第一个喜欢的男生，我还准备给你我的初吻呢。初吻？不是，那你是不是太随便了？我的行事准则只有一个，喜欢就主动出击。江总，你确定不继续交流吗？想啥呢？我不喜欢这样，这样很不好。我还是喜欢培养出感情后的那种水乳交融的感觉。你以后不准这样了啊！我就知道我的眼光不会错，
亲爱的，你终于来了，可想死我了。我也是。哎，你今天这身衣服好漂亮啊！没有，我就随便穿了一件。都是你，这么精致啊！这位就是我跟你说的师哥徐浩洋，浩洋师哥，这位是李曼雨。李小姐，你好。这狐狸给我介绍的什么人啊？竟然连那个废物都不如。李小姐你好，初次见面，为了和你有个难忘的今天，我专门给老板打了招呼，订了这个包间，希望你能喜欢。清欢小筑的包厢可是出了名的难订，基本上需要提前半个月预定。还行，谢谢。小事情，过2天我约了金融街的老板江巡来这里聚一聚，跟他商量一下我公司加入金融街的事情。用不了多久，我的公司也是金融街的一员了。江巡？他怎么成金融街老板了？不可能，应该只是同名同姓，绝对是巧合。也是，那个连我都瞧不上的废物，又怎么可能是金融街的大老板呢？你们认识江老板？你们认识江老板？不认识，只是有个熟人同名同姓而已。许先生，我对物质这方面不是特别看重，比起这些外在的东西，我更欣赏一个人的内涵和修养。这话你也说得出口？不看重，你还会和那江巡离婚？江巡除了赚钱不太行之外，哪方面不是顶配啊？内涵和修养固然重要，但没有物质基础，谈这些都是虚的。我能有今天，靠的全是我的眼光、魄力，还有我个人的才识。以后你跟了我，工作就不用找了，公司挂靠在我的名下，奢侈品想买什么就买什么，世界各地想去哪里就去哪里，怎么样？小丽，我公司还有事，你慢慢吃，我就先走了。师兄，你先等我一下，我去送送他。妈了个巴子，你个臭破鞋还嫌弃上我了？要不是看你有几分姿色，想玩一玩，老子他妈会来跟你相亲。小曼，小曼，怎么刚打完招呼就走了呀？小丽，是你说你的师兄非常优秀，我才愿意来见的。结果呢？你看看，什么玩意儿？什么玩意儿？怎么了？他身价可10亿，是你的10倍，这你还不满意啊？光有钱有什么用啊？我在这个人身上看不到半点的温和谦逊，并且还非常的傲慢爱装，还要跟金融街老板聚餐，谈入驻金融街的事。金融街老板是谁呀？他能见到一面就不错了，还聚餐。还有，他居然想让我的公司并入他的名下，让我一个人在家当家庭主妇，简直就是不可理喻。这样的人我怎么可以跟他在一起？那你要在意谦逊、温柔、体贴、谈吐，那你为什么要和江巡分手？在我看来，他这些都已经做到顶了呀。不是，当初是你们让我离婚的呀。拜托，是你天天跟我和于天吐槽，说江巡多么废物，天天只会洗衣做饭奶孩子，一点大男子该有的气概都没有，说你跟他没有灵魂共鸣，是骄傲。我们才劝你离的婚，现在你倒怪起我们了。反正许浩洋这人我就是看不上，我坚信以我的条件肯定能找到一个各方面都比江巡强的人，并且能在工作上帮助我的男人。他就是一个废物，找一个比他强的人还不简单吗？那你加油吧。今天签到地点已刷新，目标江城蓝鹰机场。签到地点在机场？这怎么签到的地点越来越邪门了？叔叔阿姨，咱们不是都说好了吗？在江城这边玩几天，这怎么行李都装好了？还是说你们这2天要去李曼雨那边住啊？不是的，小徐，我们老家呢出了点事儿，我和你叔叔呢要回去处理，我呢就买了10点的机票，待会儿啊我们就直接去机场了。是啊，小徐，放心吧，我们过几天啊还会来看你的呀。那行。
哎呀，妈，你拉我干嘛呀？我这还要去上班呢。哎呦，是上班重要，但是我跟你说的这件事儿啊更重要。我和你爸呀就要走了，你得好好加油，早日把小寻给我追到手。没错啊，这么好的男人，你一定要加油。这么好的女婿，我们可不想拱手让人啊。爸妈，我知道要该怎么做。青青啊，这可是头等大事，你必须给我严肃对待啊！你也看到了，小寻这孩子多优秀啊！这人长得帅，这内在素质呀也是没得说。你说现在这事业他也做得这么好，这样的好男人全世界都找不到。你要是不好好抓紧机会啊，那很快都被别人追走了。哎，你妈说的没错，像小寻这么优质的男人，那追他的女人那是一抓一大把。也就鳗鱼那个蠢货看不上小寻，我和你妈呀都看出来了，你喜欢小寻，那样更得主动出击啊。行了，我知道了。嫂子，你这是怎么了？脸红成这样。婶婶，你是发烧了吗？我没事儿，我先上班去了。哎，嫂子，要不你这状态，我送你过去吧。不用了。哎，不，叔叔阿姨，刚才我嫂子那是怎么了？脸那么红，她身体没有啥事儿吧？啊，没事儿。刚才啊，我跟阿姨说了点事儿，她呀害羞了。哦。待会儿呢，我们直接送淘淘去上学，然后我跟你叔叔就直接去机场了。那我送你们去吧。哎，正好今天刷新的签到地点是机场。小寻啊，不用麻烦你了，我和你叔叔呢自己去就行了。这次又不是什么大事，你呀要管理那么多的资产，那肯定太忙了，不用送我们啊。没事的，阿姨，我的资产啊都是有人帮忙打理的，所以我今天有空，送你们根本不碍事儿。签到成功，获得大礼包1份，恭喜宿主获得南国航空69%的股份，成为南国航空第1大股东。没想到系统出手还是如此的猛啊！南国航空，这可是华夏3大航空公司之一啊！之前南国航空的股权架构中，第1大股东的占股也才27%，没想到我这次签到竟然拿到了南国航空69%的股份。这是将其他大股东都一扫而光了呀！恭喜宿主将从蓝鹰机场再度增设私人飞机坪，该停机坪将在各大节假日定期为宿主刷新1架私人飞机。恭喜宿主首日刷新私人飞机，官流计500，价值4400万美元。我勒个道，私人飞机还每个节假日都刷新1辆，系统，你是不是玩的太大了？小寻，这你没事吧？哦，没事，阿姨。刚才在想些事情。哎，别送了，要不你先回去吧。青青和淘淘啊，就交给你照顾了。你净在这瞎操心，小寻呢，肯定把他们2个照顾得很好。那我们就走了啊。放心吧，叔，我一定会照顾好他们2个。对了，您的那个红旗5粮液，我到时候啊给您快递过去。哎，不用，我已经打听过了，就1瓶，可以托运。那我们走了啊，小寻。慢点啊，叔叔阿姨。按照以往的经验，我获得了这个南国航空的产权，待会儿应该会有人主动联系我，送一些产权相关的资料。喂，你好。哎，江先生您好，我是南国航空的总经理刘伟。刚得知消息，很高兴您能成为我们南国航空的第1大股东。我这里有一份股权转让协议书以及其他一些资料，您这里有时间吗？或者我给您送过去也可以。我现在正好就在蓝鹰机场南国航空办事处，你给我送过来吧。哎呦，江先生，这么巧，我们的南国航空啊，总部就在蓝鹰机场。您稍等，我15分钟就到。好的。先生您好，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助到您的？哦，不用了，我就在这儿休息一下，刚好等个人。先生，那实在抱歉，今天办理业务的乘客有点多，如果您不是办理业务的话，我们这儿的位置太少了，抱歉。
我在等的是你们总经理刘伟，这么看，应该也算是办理业务了。而且我看这边还有不少空位置啊，我最多就占用15分钟。先生，请你不要捣乱好吗？谢谢。小李，对乘客说话态度好一点。青姐，真不是我态度不好，而是他纯属就是来捣乱的。他竟然还说在这里等刘总，还说刘总15分钟后会赶过来见他。你说这不是捣乱是什么啊？既然是来捣乱的，那还等什么？还不叫保安把他轰出去？也不看看这是哪，竟然敢来捣乱，还说什么等刘总，真是不要脸！我来南国航空2年了，连刘总的面都没见过，这个人竟然说刘总会亲自来接见他，笑死！你别乱说，我看这位先生挺面善的，应该不是什么捣乱的。先生您好，我是南航航空空姐阮清，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助您？就如他刚才所说的，我就在这里等你们的刘总，我只是想找个地方好好休息一下。都到这个时候了，还在嘴硬，你这人脸皮还真挺厚的。郑姐，你对顾客尊重点。抱歉啊，先生，给您带来不好的体验。对于正常顾客，我当然会尊重，但对于这种臭不要脸、满嘴跑火车的人，不好意思，我尊重不了。还有，咱俩都是空姐，平级，少在这给我颐指气使的。郑杰说的没错，青姐，一看他就是来捣乱的，不用跟他说那么多废话，让保安把他轰出去就行了。先生，实在抱歉，给您带来了不好的体验。您是要在这里等刘总是吗？您可以在这边休息。您想喝些什么？咖啡、茶，或者是可口可乐？有矿泉水吗？有的，先生，您稍等。谢谢。在其他人都怀疑我是来捣乱的情况下，这个空姐对我并不怀疑，并且将我当成一个正常的乘客，所提供的服务也没有打任何折扣。待会儿跟刘伟提一下，这样的人值得重用。至于那服务员和空姐郑洁，还是趁早滚蛋吧。我现在可是南国航空的大股东，这2个人的存在影响了南国航空的形象，继而也会影响我的收益。这样的人必须滚蛋。你叫阮清？我就知道他不是什么正经乘客。大哥，给你个建议啊，以后想搭讪空姐，换个理由，什么等刘总啥的，太下头了。郑姐，你不是有急事吗？怎么还在这里？倒也不急这10几分钟。他不是说刘总15分钟后会来吗？那我就在这等15分钟。要是到时候刘总没有来，我一定会让保安把他轰出去，下头男。抱歉，先生，我就是阮清。在办事处服务客人，应该不是你的分内之事吧？确实不是，不过服务好每个乘客是我们南国航空员工的职责。不错不错，你的服务态度意识很高。一会儿刘总来了，我会好好推荐你的。谢谢你。哎呦，你这人还真是不要脸啊，还在演戏呢。说什么向刘总推荐阮清，这话你也真是能说得出口，佩服。郑姐，你能不能安静一会儿？安静什么？我不就是说了几句实话你就急了？你不会真信了这小子的胡话，觉得他会向刘总推荐你，想要跪舔他吧？醒醒吧，这种人的话有一句能信的吗？不是我说你，阮清，李少追求你，你不答应，反而来服务这种货色，你这辈子也就这样了。你这辈子也就这样了。这刘伟，第一次见面就迟到。你不是说刘总15分钟后会来接见你吗？现在时间到了，刘总人呢？可能临时有什么事耽误了吧。你到现在了还在嘴硬啊？别狡辩了，你就纯粹是来捣乱的。小李，还不叫保安把他轰出去？我们南国航空不欢迎这样的人。保安，保安，这里
是，就是他捣乱，赶快把他赶出去。先生，请您出去吧，别为难我们了。这是我们南国航空的乘客，不允许你们这样对待顾客。哎呦呦，这就护上了。该不会聊了这么一会儿的功夫，你就喜欢上这个骗子了？你的品味还真够差的。江先生，今天来的路上这个车非常的多，所以来晚了，实在抱歉。你们在这里干什么？我……你们在这里干什么？我……你说。是这样的，刘总，这位先生说要在这里等您，结果被郑杰和小李当作来捣乱的，现在要让保安把这位先生丢出去。你们知道这位江先生是谁吗？他可是我们南国航空第一大股东，我们的第一大股东啊！完了，他竟然是南国航空第一大股东。要是我像刚才和阮江一样，给他提供优质的服务，那我的明天将会是一片的光明。可是这么好的机会摆在我面前，我怎么就没有好好珍惜呢？江先生，您看怎么处理？这两个人开了吧，服务意识太差了，影响咱们南国航空的形象。你们两个被开除了，现在立马去人事办理离职。江先生，这是股权协议，您过目。江先生，公司还有紧急会议需要我。好，你先去忙吧，有阮静陪着我。鉴于你在公司的优异表现，公司决定为你升职，接下来会有新的任命下来，你好好准备一下吧。好，谢谢刘总，谢谢江先生。不必这么客气，在我面前不用这么拘谨，咱们毕竟年龄也相仿，坐吧。你这么做不难受吗？放轻松点儿，现在不是在工作。谢江先生。江先生他不会是看上我了吧？你多大？啊？我36岁。我36岁。江先生，我真的是，我说的是实话。有没有可能我问的是你的年龄啊？我今年25岁。25岁，入职几年了？我20岁入职南航，已经5年了。5年了？不对呀，以你的工作能力，为什么至今还只是一个空姐啊？其实在我入职2年半的时候，公司打算提拔我为见习乘务长，只是什么？你就当做是闲聊，不必要有这么多的心理负担。只是当时有一个空少威胁追求我，说如果我不答应他的话，就不让我当见习乘务长。那我怎么可能答应他？这个空少什么背景，竟然能干涉南国航空的人事调动？他叫高石磊，他有一个亲戚是我们南国航空公司的第2大股东。行，我知道了。你能力这么出色，以后在我们南国航空一定会得到重用的。到中午了，正好陪我吃顿饭，我请客。好的。没想到啊，眼前这个南国航空的第1大股东，午餐竟是简单的一碗面，而且还吃得这么香。哟，阮清，吃面呢？阮清吃面呢？你说你现在过的是什么生活质量啊？午餐竟然一碗面就能对付，你当年要是从了我多好呀！在我舅舅的帮助下，现在至少是个主任乘务长，也不会生活质量这么差吧？高石磊，我就是饿死也不会当你女朋友的。有个性，我喜欢，我就喜欢你这种有烈性的女人，这样拿下才有征服感。你无耻！吃完了让一让，我跟这位美女是朋友。巧了，我们也是。
好啊，阮清，我说我这么优秀，在南国航空又有关系，你怎么一直拒绝我呢？哼，原来是在外面养个姘头，真是个水性杨花的臭婊子啊你！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有素质啊？我就是这么没素质，你能奈我何呀？看你长这样，应该是南国航空新来的空少吧？我待会儿就让你们这对狗男女全都滚出南国航空！我表哥刘青山可是南国航空第2大股东的儿子，公司的副总，你们就走着瞧吧。喂，表哥，帮我开个人，阮清。这么久还惦记着婉清呢？是啊，在我心里早已经把她当成我的女人，没想到这个臭婊子在外面勾搭了个姘头，气死我了！不是，高世莲，你嘴怎么那么臭啊？哟，我嘴这么臭，你什么时候偷偷亲过我呀？这么清楚啊？我不仅要将你开除，还要将你这个姘头开除，这就是你选错男人的代价。你当时跟了我，每天不是吃香的就是喝辣的，而你却选了这个废物，只有被扫地出门的份儿了。臭小子，报上你的姓名。江巡。哟呵，还挺拽。待会儿你们被开除的时候，希望你也这么拽。哼，表哥，你听到了吗？臭小子叫江巡，帮我一起开除了他。那人叫什么？江巡啊。他是不是20来岁，长得非常帅气？至于这么激动吗？不就是一个新来的空少吗？放屁！我爸已经不是南国航空的股东了，现在最大的南国航空股东就叫江巡。20出头，你摊上事儿了。不会这么巧吧？江先生，该不会您就是我们南国航空的第1大股东？嗯。江先生，对不起，是我有眼不识泰山，希望您能大人不计小人过。对了，你表哥叫什么？刘青山。喂，刘总，把这个刘青山还有高世磊给我开除了。阮清，我们走吧。太帅了，长得帅，人品好，还有钱。要是能和他在一起，都不敢想象有多爽。今天的去闹地点已刷新，目标中夏大厦。中夏大厦，我要没记错的话，那好像是短视频巨头音符跳动的总部啊。难道？对了，答应李曼雨搬家，趁着这个时间，抓紧时间搬出去。李曼雨的车，看来这个女人是来接淘淘走的。挺自觉嘛，我以为你会拖到最后一天呢。就不劳烦你催我了。和我离婚，生活质量下降，你不应该很难过、很沮丧吗？凭什么这么淡定？在哪儿租的房啊？不会是破旧的自建房吧？我告诉你，你要是这样，我可就把淘淘接走了。我可不想看到他跟着你受苦。你放屁！我爸爸住的才不是自建房呢，我爸爸在郊区住的是很漂亮的大别墅，比这里要漂亮很多很多倍。可以啊，江旭，为了在我面前装，都开始教淘淘撒谎了，真是替你害臊。我当初怎么就瞎了眼，看上你这个废物？坏女人，我不许你这么说我爸爸，我爸爸才不是废物呢，我也没有说谎。这废物凭什么？凭什么淘淘还这么爱他？小寻，东西我已经收拾好了，我们去新家吧。小寻，新家？嫂子，你要跟他一起搬走？是的。你知不知道我们已经离婚了？我知道。那你还跟他在一起？曼雨，淘淘也是我看着长大的，这样也是方便照顾淘淘。嫂子，你怎么可以跟这个废物在一起？你们两个孤男寡女共处一室，万一他收心大发把你那啥了怎么办？曼雨，小寻他不是那样的人，他如果兽性大发，早就会把我怎么样了。而且小寻跟你的那些事情，我也都知道。曼雨，自从你发达了以后，就各种看不上小寻，各种挑他的毛病，做人不能够这样。他是什么样的人，我能不知道吗？我跟他结婚在一起这么多年，你是我嫂子，这个婚姻拖累了我后腿，你不帮我就算了，你还帮着这个废物一起来指责我。他
让我失望了。你不会是喜欢上他了吧？对，我就是喜欢他。为什么？你为什么喜欢这个啥也不是的废物？小寻他为人绅士，待人真诚，对家庭有责任，又风趣幽默，而且还很有能力。这样的男人，有哪个女人会不喜欢呢？曼雨，我知道，自从你发达了之后，你就各种贬低小寻，看不起在家照顾孩子，给你洗衣服做饭。其实他的优点你都知道，你只是一直在自欺欺人罢了。你，嫂子，难道我还会害了你不成吗？你要是敢跟这个废物在一起，我保证不会跟你有任何来往。曼雨，你知道你什么时候最让人讨厌吗？就是自觉得有钱了之后，以为钱就是最了不起的，各种看不起人的时候。这些年你有跟我们来往过吗？不来往就不来往，反正这么长时间你也没有去看过爸妈。我懒得跟你说，我要是跟爸妈说，他们也会跟我一样一起反对你和这个废物在一起。爸妈也支持我追小寻。什么？荒谬，太荒谬了！为什么你和小桃还有爸妈都喜欢这个啥也不是的废物？到底有什么好喜欢的？他要是什么好东西，我会跟他离婚吗？不听劝拉倒，有你后悔的一天。我劝你最好不要用这种眼神看我。根据离婚协议，淘淘周末跟我。爸爸，求求你，我不想跟着这个坏女人走，我就想跟你在一起，永远不分开。淘淘，我是妈妈呀，怎么会是坏女人呢？这2天你先跟着妈妈，妈妈带你去吃各种好吃的，带你去玩各种好玩的，只要你想要，妈妈都给你买。你不是喜欢吃冰激凌吗？妈妈待会儿就给你去买，好不好？坏女人，我才不要跟你走呢！爸爸对你那么好，天天给你做好吃的，给你洗衣服，你没事就骂爸爸，还说你不是坏女人呢。你走开，我才不吃你买的冰淇淋呢，我要吃爸爸买的。你现在还想让我和爸爸分开，还说你不是坏女人，你就是。既然淘淘不想跟你走，算了吧，别让她越来越讨厌你。就算是把她带到你那边去，你也不一定能够有时间陪她。你到时要是找人帮忙看着，还不如让她跟着我呢。咱们走吧。我有能力，我能赚到钱，我倒要看看你们离开我以后能过什么样的日子。没想到刚和李曼雨分开，他就回了公司。记得李曼雨的公司好像也是在中夏大厦的第5层吧。签到成功，获得大礼包1份，恭喜宿主获得音符跳动41%的股份。我去，系统，你居然来真的！音符跳动41%的股份，这可是价值5000亿美刀！我去，最主要的是这音符跳动的未来潜在价值十分的可观啊！江先生您好，我是音符跳动的张一民，突然收到了消息，你成了我们公司的大股东。我现在手头上有股份转让的相关资料，请问你现在是否过来接收一下？这东西太重要了，派人给你送过去，怕出什么意外。好，正好我就在中夏大厦这附近，我现在就上去。哟，不错嘛，还知道出来找工作，看来还没有废物到无药可救的地步。你也去5楼啊？野心不小嘛，刚开始找工作就想着要进入音符跳动这样的大公司。梦想和痴心妄想还是有区别的，你自己什么水平你不知道吗？你都和社会脱节5年了，竟然还要想着进入现在互联网发展势头最猛的音符跳动，真是得了痴心妄想。我劝你啊，还是从一些基层的工作慢慢做起，别说音符跳动了，就是一些好的公司他们也不会要你的。你还是管好你自己吧。我只是劝你认清现实，别忘了你身边还有淘淘呢，要是让我知道他跟着你受苦，我会把他接过来。抱歉啊，你是不可能有那种机会的。真是不知天高地厚，看来是我这几年给你的钱太多了，
让你忘记了这个世界的残酷，咱们就走着瞧，我看你能装到什么时候。你好，我要和张总谈一个合作，已经有预约。有预约，那请你在那边先坐。张总忙完会来见你的。哥哥，昨天我们刚见过，今天又见了，好巧啊！哥哥，你今天有没有空？我想跟你一起去吃冰饮，我今天可以喝冰的。不好意思，没空。那你明天呢？我最近都很忙，没什么好聊的。装，继续装，看你能装到什么时候。哥哥，你就让我表现一下自己嘛。不好意思啊，我不感兴趣。哥哥，你别着急啊。孙燕，快过来。哥哥，你好帅啊，还单身吗？他就是我跟你说过的那个古董车的车主，特别有钱。我就说嘛，哥哥这么有气质，肯定是个了不起的大人物。果不其然，久仰大名了。哥哥，留个联系方式嘛。哥哥，孙燕也很放得开的。你要是觉得一个人不行，我们2个也可以的。你要是觉得一个人不行，我们2个也可以的。哥哥，被你赚到了哟，这可是我们第一次合作呢。不好意思啊，我真的不感兴趣。江巡，你也太过分了吧！小子，趁我不在欺负女人也就算了，还想走，哪有这种好事啊？小甜心，是不是他欺负了你们？长得倒是人模狗样的，你也是一名主播吧？今天也是来跟音符跳动签合同，不是哥们儿吹。音符跳动直播的经理是我朋友，如果是识相的话，就过去跪下，给2个美女道歉。我要是不跪呢？哟呵，没想到只会欺负女生的小瘪三还挺有骨气啊！你要是不跪下，你试试看，我保证让你在音符跳动混不下去。嗨，哥哥，没什么事儿的，我们没啥事儿。小甜心虽然很善良，如果你欺负了她，我也不会放过你的。现在，立刻，马上，跪下道歉。果然，你只有靠你那张皮囊吃软饭啊，江巡。现在遇到事了，我看你怎么办。哎，江先生，你来了，快，里边请。张总。张总你好，我是音符跳动的主播张婷，我今天啊是来这里谈合作的。刚刚看到您跟江巡哥哥聊天，我还纳闷儿，他为什么会来这里呢？原来你们认识啊，这也太巧了。张总你好，我是李曼雨，我们之前预约过合作。江先生，这几位都是你朋友？江先生，不认识。哎，我真是不如你们年轻人了，跟不上时代了。第一次见面就能叫人家哥哥。哎，我刚看你伸手拦江先生，怎么回事？张总，要是我没听错的话，刚才这位先生在威胁江先生，说让江先生在我们公司混不下去。哦，还有这回事儿？江先生可是我们音符公司的大股东，你敢威胁他，还让他在我们公司混不下去，你好大的胆子呀！可笑！小刘，这3个人永久拉入我们公司的黑名单。哦，哎，这位是……哦，不相干。哦，既然江先生资料都准备好了，到我办公室一叙。请。音符跳动的大股东。哥哥，看在别名头的份上，饶了我吧，求求你了。张总和江先生还有重要的事情要谈，请你们不要捣乱，谢谢。而且你们现在已经不是音符的主播了，如果你们继续在这里，我就要叫保安了。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张总怎么说江巡是音符跳动的大股东？不可能的，以我对他的了解，
他除了那双皮囊之外一无是处，怎么可能会是他？小刘儿，送送江总啊！哎，张总，这个人是？他是我们音符公司的新任大股东江巡江先生啊。哎，你是叫李曼雨？啊，也是来找我合作的？对。刚才看你和江先生似乎认识，你们是有什么关系吗？江巡，他竟然真的是音符跳动的大股东。我们没什么关系。老板，打听到了，江璇他们搬到了西郊1号。知道了。难道淘淘说的都是真的？他们真的搬到了这里？这里的房子，每一套都在价值几个亿以上。就算我的全部身家都买不了这里的一套房子，不，一定不是真的。淘淘，嫂子，嫂子，吃饭了。耶！哎呦！走喽，嫂子，你老实告诉我，江巡他……曼雨，你知道你错过了多好的一桩婚姻吗？不，什么多么好的婚姻？江巡那个家伙，他除了能在家带孩子之外，什么也做不了，他一无是处，除了那张脸以外，他还有什么呀？你告诉我，他是不是又去找别的女人了？所以他才有了现在的这些东西。李曼雨，小璇在你心里就这么不堪吗？事实不就是如此吗？他那个废物离开了，我什么也干不了。现在不还是照样去依靠别人，才能获得现在的这些东西吗？你以为小璇拥有的一切都是其他女人给的？不，其实你不知道，在你们离婚之后，是我一直陪着小璇。小璇本来就拥有一切，只不过跟你在一起之后，才变成了家庭主妇，放弃了所有。结果你现在事业有成之后，你就开始瞧不上他了。你不是想知道为什么吗？那我可以告诉你。你都知道些什么？我告诉你，小璇在和你离婚以后，一直是我陪着他。小璇并没有你眼里那么不堪，相反，他在我眼中是一个完美无缺的好男人。那他是音符跳动的大股东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李曼雨，你以为他只是音符跳动的大股东这么简单吗？事实远比你想象中的还要夸张。难道他还有其他的身份？没错，小璇他不光是音符跳动的大股东，就连整个金融街都是他的，包括江城最大的 4S 店王者车行，那也是他的，里面豪车无数，而且他还是南国航空的第1任总裁。李曼雨，你自始至终都太自以为是了，以为小璇离开了你就什么都不是了。你什么都不知道，小璇他比你强的太多，甚至就连我所知道的这些也都只是冰山一角。小璇跟我说，他还在找新的公司，要设立全球最大的科技产业。不，你说的不是真的，你是在骗我的，对不对？李曼雨，你已经自大到谁的话都不相信了吗？不过你信不信也没关系，你和小璇已经离婚了，在你眼前那个什么都不是的男人，在我心里却是个完美无缺的男人。他现在和你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。嫂子，你告诉我，我真的错了吗？不，我没错的。不，你错了，你大错特错。婶婶，我们都在等你呢，我都饿了。嫂子，是他来了？嗯。行，吃饭吧。小璇，从今天开始，你能不能不叫我嫂子了？我想和你变成一家人，真正意义上的一家人。好啊，嫂子，我们本来就是一家人。